他是美国陆军3大王牌之一，他是美国陆军的天之骄子，他被誉为美国的开国元勋师，他就是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在如今美国陆军的现役部队中，作为与美军第1步兵师、第1装甲师等精锐部队齐名的第1骑兵师，几乎参加了美军的所有大型战争，包括美墨战争、1战、2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等，被誉为开国元勋师。值得一提的是，在美骑1师的100年战史中，该师虽然一直是骑兵部队，但从未在战斗中被当作真正的骑兵所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步兵师，在越南战争时期是空中突击师，而在20世纪末则是装甲师。美骑1师的前身是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所组建的第2骑兵团。1920年，美国陆军被批准组建2个骑兵师，而在这2个骑兵师中，第2骑兵师因被定为仅保留编制、暂时在补充兵员的后备部队，这也就使得第1骑兵师成为了美国陆军现役中唯一的骑兵师。1921年9月13号，第1骑兵师在德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正式成立。20世纪30年代，随着世界军事水平的高速发展，美国陆军也逐渐进行了对骑兵部队的机械化改造。1941年初，为了应对第2次世界大战的变化，第1骑兵师奉命在布里斯堡集结，做好随时参战的准备。但在美国参战后，第1骑兵师却因其骑兵性质不适合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便被长期搁置在了后方。直至到1943年2月，第1骑兵师才被派往太平洋战场。但是高层出于对部队性质的考虑，命令该师在1943年7月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出发，远渡重洋抵达澳大利亚后，在那里先接受为期半年的2栖战和丛林战训练，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来自美国的牛仔们必须学会离开马背，在地面战斗。1944年2月，已经形成战斗力的第1骑兵师迎来了组建以来的首次实战，奉命在洛斯内格罗斯岛登陆。该师又在这次行动中死伤了1000多人，后又在1944年10月到12月的莱特岛战役中，第1骑兵师以微小的代价消灭了大量的日军。而这些生活在马背上的骑兵们，在经过战场的洗礼后，也终于成为了山地战和丛林战的专家。1945年1月底，在后方休整完毕的第1骑兵师奉命参加了南吕宋战役，以自身阵亡680人、失踪3人、受伤2334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万余人，俘虏1199人。该部队也在日本投降后，成为了第1支进入东京的美军部队。而在2战结束后，第1骑兵师在日本驻守期间进行了大规模改编，大部分营连级单位被改编为步兵编制。第1骑兵师也因此成为一个依然保留骑兵师名称的3团制步兵师。来到1950年6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该师在没有任何战争准备的情况下，部队也严重缺编的情况下，便被匆匆忙忙作为第2批美军参战部队，便被派驻到了朝鲜战场上。1951年10月，美骑1师在轮换期满后，将防区交接给了日本北海道的国民警卫队第45师，随后撤回日本，继续进行驻守任务。在1957年又被调防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期，因为美军开始大量装备武装直升机，使得空中机动战术成为美军地面作战部队的主要研究方向。出于验证空中机动作战理论的需要，第11空中突击师正式组建。也是出于需要，美国陆军在1965年将驻扎在韩国的美骑1师番号改为步兵第2师，而骑兵第1师的番号则就此成为了第11空中突击师的正式番号。也就是因为这种番号轮换的结果，使得美骑1师在越南战争期间具备了空中机动作战能力，因此又有了空骑1师的称号。进入21世纪，第1骑兵师虽然已经被改造成为了重型装甲师，但仍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该师的标志也仍然使用刚成立时设计的马头图案。该师不仅是美国陆军中唯一一支享有此殊荣的现役作战部队，也是美国陆军现役的2个重装甲师之一，可谓是美国陆军中的天之骄子。第1骑兵师的编制总人数为 1.6 万人，下辖师部及师部连、第1骑兵旅，下辖第5骑兵团第2营、第8骑兵团第2营、第12骑兵团第1营，第2骑兵旅下辖第5骑兵团第1营、
第8骑兵团第1营、第12骑兵团第2营、第3骑兵旅下辖第9骑兵团第1营、第8骑兵团第3营、第7骑兵团第2营。以上3个骑兵旅的编制为3个机步营和6个重型坦克营。该师还编有1个工兵旅，下辖3个工兵营、军事情报营、通讯营、防空炮兵营各1个。1个师炮兵司令部下辖1个227毫米多管火箭炮兵连、3个155毫米自行榴弹炮兵营、1个师支援司令部、1个师航空旅。在满编情况下，第1骑兵师的主要装备有 M1A2 主战坦克348辆、M3 骑兵战车94辆、M2 步兵战车144辆、履带式指挥所运载车167辆、M113 装甲运输车308辆、M9 装甲战斗工程车8辆、AH-64 武装直升机36架、AH-1 武装直升机8架、EH-60 电子战直升机3架、OH-58 基奥瓦侦察直升机44架、UH-60 通用直升机24架、M109 自行榴弹炮72门、M270 多管火箭炮9门、107毫米迫击炮60门、90毫米无坐力炮24门、改进型火神高炮24门和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36部、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108部、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238部、M203 榴弹发射器1024具、各种夜视设备4657部，各型无线电台5281部。在火力压制方面，其1师下辖的3个榴弹炮营每分钟可以发射近300发炮弹，对纵深30公里内的敌军步兵、装甲目标和炮兵群进行火力覆盖和有效压制。且其1师装备的最先进的 M270 多管火箭炮，其1门火箭炮一次齐射12枚火箭弹，可以在12万平方米内的地域进行有效打击。在反坦克火力上，第1骑兵师的反坦克火力由2部分组成，一是空中反坦克火力。第1骑兵师装备的36架 AH-64 武装直升机、8架 AH-1 武装直升机，其所配备的海尔法反坦克导弹有效命中率为 96%， 可以对7公里范围内的敌方坦克进行有效打击。二是地面反坦克火力。第1骑兵师的地面反坦克火力主要由炮兵营、坦克营和机步营组成。仅该师的3个机械化步兵营所配备的238部476管布雷德利车载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和108具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就可以在每分钟发射1428枚反坦克导弹。该师的局限性在于，一是在于该师的重型装备由于数量较多且体积庞大，难以实现大规模的空中投送，导致该师没有成建制的快速战略机动能力。二是该师的重型主战坦克装甲车辆在山地丛林和水网障碍地形上的作战能力有限。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